首先我们一样哈，先来说一下我在上次直播之后所画的一些作品哈。这是剪纸缠绕的几个作品，那这些都没有录影片哈，因为是我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那这个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画法。我在9月2号的时候呢，有开了一个线下的工作坊哈，那谢谢来参加的同学，大家都画得非常漂亮的作品。那我们在课堂中画的，我们是以这一张来做主题的创作。好，那在课后呢，我又另外用同样的结构又画了另外一张哈。所以这个以剪纸缠绕的方法来做传统楼的创作，真的是又快又美丽，非常有效率。好，这些是剪纸缠绕。那另外在纸砖创作的部分呢，我跟 Grace 老师哈，很荣幸她邀请我，跟她吃了一份早餐，然后下午喝咖啡一起画画。这个是我跟她在一起的创作。那这一个蓝色的部分哈，这个框架是我画的，然后还有这些拉得很长的木卡，有没有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风格。其他的部分是 Grace 老师画的，这个是我们共画的作品。那这一张大家应该都已经有看到影片了哈，这个是前天吧，前天我分享的影片。这一张蛮简单的，给大家练习一下，很轻松的可以画完的一个小品。那我们这边也就练习了一下我们上个月的主题transcending，透视的画法，这个是上个月，的一个主题。然后这个影片前2天刚出来。那另外的话呢，这2张就是新品了，先讲这个好了。这个是下一个影片，应该是后天会上，我已经录好影片了。这一张蛮简单的，可是很清爽，我自己好喜欢，我很喜欢各种彩虹色的东西。那就是慢慢的把它画出来，心里也感觉很高兴。好，那另外的话，最新出版的是这一张。这一张是我为 YouTube 会员课，所完成的霓虹缠绕。这个写了一个放在这个上面，是不是很立体？哎呀，我自己看的都觉得怎么这么好看呀？OK，那这一个影片我今天下午才画好，还需要剪辑，还有上字幕。我不是很确定我明天来不来得及哈，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吧。谢谢大家的赞美哈，这个是我在上次直播以后到现在我的一些创作。那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是白色纸砖。好，那我有在脸书上面留言哈，说我们今天用的是蓝色的带针笔，用蓝色的。那我这支是 PN，你用任何笔符都可以哈，你有什么蓝色的都行。好，那我们首先我这边已经预先画好了哈，我们要画的是心形的暗线。我打算这个月3张哈，我们都画心形的暗线，这样子会有一个统一的感觉。我现在很喜欢画一系列的作品，3张刚好一系列。好，那我来教大家要怎么画哈，我稍微自己先研究了一下，来我就告诉大家，请大家先拿一支铅笔，对，我的铅笔。好，我们先对角线哈，先画个交叉出来，我们要找到它的圆心。好，找到它的圆心了以后，其中一节哈，这个地方我们就目测就好了，3等分，目测3等分。我们要的是这一个，靠近圆心的这一个。好，那这边也一样哈，目测3等分，3等分都是目测就好咯。我们要的是这一个，另外这一侧目测3等分。
我们要的是这一个。好，那我们就要来画一个那个爱心形状哈。这个地方就是这里，我们要这样子画，然后碰到我们刚刚取到的3等分的这一个点，这样子绕过来。好，稍微偏差一点都没有关系哦，可能可以胖一点。那另外这边就从这里画过来到这里。好，这样子就形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好，我们再画一个哈。我们现在先全部画好了，后面2次直播就不用再画了。先画一个十字出来。好，这边3等分，目测就好了，大概是这里这个位置。这边3等分，这边3等分，然后就把它画出来。诶，我没有画错，我好像画错，应该是这边，对不起，应该是这一侧，是这里，这一个点才对。大家只要稍微抓出那个爱心的形状就可以了。我们就以这个为暗线哈。那没有关系，你只要今天只要有1张画出来就可以了，事后再来画另外2张都可以。好，我们现在有3张，到时候就是可以把它们拼起来。当然你可以再画第4张哈，我们就做4张的创作，就可以拼成一个幸运草这样子。好，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拿来出来作为今天的创作的纸砖啊。好，我们这个也用蓝色的笔哈。今天用蓝色的笔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其实没有诶，因为就是觉得我们缠绕不一定只有黑白哈，我们也可以利用不同颜色的笔具，它只是颜色不同而已，我们还是可以一样做缠绕的创作。那通常的话，蓝色的笔具会非常适合画青花瓷主题。只是怎么说呢，我们也还是一样是随机选择图样哈，没有特别去事先选择适合的花色，所以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去做青花瓷。那我们还是就是比较随性的做创作就好了。OK，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就不需要按线哈，我们按线就是心形，我们直接来抽图样。OK，这个图样是很漂亮的 henna 状，这个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图样。这个图样的画法，老实说我还真的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过它的画法是什么，因为它蛮简单的。好，那我直接就根据它的这一个结构图来跟大家解释。那这个画法是先画一些弯曲的线条。好，那在这种折弯的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个有点像牛毛草一样的弯出来。好，那这边的话就这样子，这里就这样子弯，这里就这样子弯。好，然后在这种尾端哈，这里也来一个吧。那在这种弯的地方，
可以画，有点像那个星月图一样哦，把它涂黑，然后再加上一条光环线，哦，每一个这种弯的地方都可以。哦，我只做一个示范哈，不全部都画了，因为会比较花时间。这个画好了之后，要在上面画花瓣，那这个花瓣是长这样子的3个的。其实这个花瓣的形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如果你想要画爱心形状的也可以，没有特殊一定的要求。现在画的这种形状是比较像牙齿的形状。OK，好，那在这个月牙形状上面哈，每一朵都可以画。那事实上我自己个人会比较习惯的，是会像这样子，我直接就是只是一个螺旋圈，没有那种 S 型的线条，我直接就是这样子画。好，然后在这种地方画上这一朵花。这一朵花还蛮好表现的，然后在缠绕画的作品里面，它也很漂亮，因为它有很柔美的感觉。OK，好，那我们就来画这一朵花。那我们就从这个心形的这个角落直接来画哈。那我依照我自己的习惯画了哦，我从这里开始。这个花瓣的宽窄哈，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做调整。然后我这边留一个圈圈，哦，等一下可以算是好像留白一样啊，它就会像亮亮的一样。我们在这个花瓣上面哈，可以做一点线条，转动指针哦，这样子你的线条就会比较顺。再来画一朵，画这边的。我们今天忘记说感激与感恩了耶，现在讲也来得及哦。我们要让我先谢谢9月2号哈，就上个星期六。首先要谢谢来参加我工作坊的同学们，然后是很幸运的哦，那一天星期五的时候，本来我很担心台风会登陆台北，结果完全没有，台北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结果那天还热得一身汗。我们上课很有趣，谢谢所有来上课的同学。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教学相长。我在教大家的同时，其实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有一些同学的想法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感到很开心哦。好，因为这个底下这个像牛毛草这个茎啊，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怎么讲，太薄弱了，所以我来给它加一个光环线，等于是让它变胖出来。稍微修整一下啊。
好，我这边要来想象从这里上去，我这边要再来一根，会碰到这个我们的暗线，这个爱心，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这里我要先画，我要把这个位置留下来。我想要它是一个像一个框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框要画出来。好，所以这一个花瓣会在这个底下，这个技巧叫做从后面画哈。好，在这部分也是把它涂满哈，这个叫涂蓝，不是涂黑了。你如果有 brush 的笔，也可以拿 brush 来涂哈，因为我今天用的是 PN 的笔，还行，涂满的话还可以，不会太花力气。你如果用01的笔哦，就会比较吃力，因为01真的很细。好，把这一个加一个光环线。我现在把这个边稍微描一下哈，一边也是在等你们，对不起，等你们完成。其实这个图样我还算蛮常画的，所以不具有挑战性，有点臭屁在讲这个。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哈，这个图样暂时先到这边。这个应该念 Iris 吗？Iris，哦，这个是一个波兰的 CZT 叫 Alena Light，这个也是我在网上哈，就是仰慕已久的网友 Alena Light，应该是波兰，不是很确定，反正是东欧。好，这个图样一开始呢是先用铅笔做辅助线哈，然后是要画这种像波浪形状。那个形状就根据你自己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那然后就很简单，其实就是线条。你自己心里好像有一个底在这里哈，心中有一个底。这一条我现在画虚线好了，好，这一条线是不存在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然后在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区间里面，就是用这种有点像放射性的线条一样，去把这个形状画出来，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这边 OK，它在这边这种比较小的地方，它也画了。哦，所以它这一个图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有一层一层的那种层次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它后面又在画，比如说像这样子，那它的这一个后面的这一个，它画过来以后，跟这一个黑色的，它其实会留一小段的距离。
就留一点点空。哦，这样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层次感，然后再加上阴影的辅助，它就会蛮好看。哦，这一个图样，可能在填充空间占面积应该是还不错啦，可是要画在纸砖里面，可能要想一想。好，那我们不烦恼呀，你看我们这边就有那种弧线的区域，对不对？那我就来画在这个位置。可是这边要先来画一个，我先画一个这个哦，想象这里有一个，我们画这个是来辅助我们自己的啊，想象这里有一个，然后这边这边这边，等一下用橡皮擦把那个线条擦掉就好了，没关系哈，我是可以用橡皮擦的人。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我其实尾端我有稍微做一点点的加粗，感觉会更有戏剧性，更好看一点点。好，这边就有一点点层次出来，再来是这里，这里再来一个吧，我觉得这个再来一个可能会好看。好，这边就是又要碰到这个外缘了哈，好，我直接就这边就画了，同样画双线哈，像是一个心形的框那样子，然后把这边再把它补上。阴影我们最后再一起同时再做就好了。那我这边直接就用橡皮擦把那个铅笔的痕迹擦掉了。那我觉得缠绕蛮关键的一个就是要慢，慢才是快，越慢越好。那你看我现在讲话其实是很慢的，对吧？我以前很性子很急的，讲话也快，可是现在都可以慢慢来，真的慢慢来就好，不要着急，着急容易犯错误。缠绕这么多年，我觉得，修身养性，这个是确实是有的。慢慢的，心性会变得比较稳定嘛，不会急躁，因为知道急也没有用。在网上分享做 YouTube 影片，就是希望能够把缠绕画这个这么好的艺术方式能够分享给大家。哦，对啦，其实做 YouTube 还蛮辛苦的，可能
因为前一阵子，亚洲缠绕画认证22期啊，最近才刚结业啊，又有很多新的缠绕画认证老师新鲜出炉。嗯，我相信大家学了以后呢，还是会很迷茫，到底以后要怎么办？我当初也是这样，去美国认证了回来之后呢，就会觉得要学的东西是更多了。哦，有好多东西其实要靠自己努力，因为认证只有4天，其实它教不了我们什么东西，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后面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学习。这个是 Northshire，这个图样很像是竹子，对吧？竹节，偏直线，然后有一点弯出来，再往下，然后再左边先画，然后在右边。好，这两个角角是差不多位置对称的啊。那另外这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先这样子，然后下来，再来，这两个。你看它就是穿插的，这边有，这边有，这边有，哦，再下来就要这里有了，对不对？就这样子。画好了以后，照他这边的方法是，他先从中间先画一条线，左右呢再沿着这个我们第一条的黑线，它画光环线，就这样子。然后利用那个阴影的技巧啊，让它有一点立体的感觉呈现出来。好，这个阴影倒是还不错，可以学习一下。好，它阴影的画法，它是假设上面亮，下面暗的，上面亮，下面暗，哈，都一样。我从这边这个比较大，就在这边，它的往下，这边全部都是阴影，哦，上面就留白，阴影就是往下，这样子很自然就会有一个立体的感觉，其实还蛮容易的，很有趣。那我们就画这边吧。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它突出去哈，那我就从这里开始。关于刚刚有同学问到，把缠绕画运用在心理治疗上面哈，印象中美国那边他们有分享过一些相关的资讯哈，好像是在英国有人做了相关的研究，具体细节因为有一点时间了，我不是很清楚，不太记得。不过确实是有疗效的，哦，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专注，然后对于安定精神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也是这么实践，也是这么认为的啦。虽然说我没有在从事这种心理治疗方面的东西，可是就是以我们一个身心灵爱好者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缠绕画是一种非常怎么说呢，入世的一种方法。嗯，好，那这边画好了以后，我这个爱心的框我要把它框过来了哈，这个也是从后面画的技巧。
觉得好看的要给我爱心，赶快按爱心给我。我们可能可以再抽一个图样，看看能不能塞得进去。好，那 Poker 地府太好了，就是它了。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画。其实我们 Poker 地府就可以塞在很多的地方了，大家可以随便塞好，就是在这样子的位置。那我这边的话，我先不画上去，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叶子会很调皮的跑上去。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咯。那尽量哦，不要画太小，提醒大家不要画太小。我们 Poker Leaf 经常可以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曲线哈，让它有那种叶子翻折过来的感觉。甚至这边也可以跑出来一点点，这边跑一个出来。好，那在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爱心的框就把它连起来。可以这边来一点点。OK，这边是翻车现场，不过没有关系，从来不怕。我们都会有所谓画错的时候，就是画的自己觉得不太行。好，我这边把它连起来好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啊，突发状况，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有时候把它放一放，等到过一阵子，也许就 OK 了。这个就像是所谓的躲一躲风头，避避风头，过一阵子就好。这边也可以画哦，这里面可以塞一些叶子进去。这个就大家随便了啊，都可以，没有特定说一定要跟我一样的位置，我只是随便画而已。就是一堆叶子长得很茂盛，像这种是跑出来的。对，我们的缠绕画都是会有一个丑小鸭阶段。我现在来补救这个地方哈，因为你看我刚刚那个线条，我自己手抖没有画好。我们缠绕没有对错，可是我们有不满意的时候，这个很正常，太正常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就是要从我们学会的技巧，想办法去做修补，让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这边怎么办？你看这种线条我都已经跨过去了，很简单啦，涂黑，整个把它涂黑，或者是你看啊，我就把它画成像那个图样叫做什么骑士桥，你看那条线就不见了，对不对？它就被遮掉了，然后这样子也很有装饰的作用。我们就把这个爱心的框就把它画起来，就以这样子的一个蓝白蓝白的方式。
是不是也很好看？我们要相信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相信自己就会找到方法。你看这样子画起来以后，这一圈反而比之前更明显了。哦，所以算是成功补救了，对吧？因为这一圈其实也不是很粗啦，细细的。那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样子的画法凸显出来。据我所知呢，有一些医院哦，他们会有就是他们的护理师工会，他们可能会安排一些课程，然后会邀请缠绕画老师去帮他们上课。它也是舒压的一种方法，因为护理师们护理师、医师他们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尤其是这几年疫情的关系，然后事情多，人手不足，然后这个又都是攸关生命的事情所以他们很需要能够在工作之余能够有一个可以放松的活动。我是知道有一些医院是有的那我没有被邀请，没有这种机会。OK，可能是因为我离开台湾太久了，所以我跟台湾有一点脱节，我觉得，嗯。不过现在回来啦，画这个 poke leaf 的逻辑大家自己掌握就可以了。反正它是一个疯狂生长的叶子。我自己最喜欢的顺手图样是木卡，再来可能就是 poke leaf 的，最常用，因为我很喜欢画花花草草poke leaf 就很实用，不知道要画什么的时候就来一个就 OK 了。你看，我们很轻松的就把这个基本造型已经画完了。好，我们来画阴影哈。这个刚刚有讲的最简单的这个阴影，我们就直接先把它画上来。直插笔来推一推。这个花花的图样最后我们先把背景的这些先弄完。这个我们就顺着它的这个边缘我们加一点。你看我铅笔一样是放倒的这样子画就给它一点。我今天用的这个纸砖，它表面有一点纹路，所以会画得出来有一点点花花的，没关系。然后用直插笔稍微擦一下，往下擦。因为我们今天就只是用铅笔来做它的阴影没有要做其他特殊的着色，所以就很简单的在这个花靠近花心的位置，简单的做一点点阴影就好了。往外面推。我们这个它这种叶子的茎的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加一下。
我想想哈，像它这种翻折的地方，直接把它涂灰。这边这一个有没有？我就用灰色就把它盖掉了，所以根本不讲就看不出来呀。并不是每一片都有哈，所以有的有，有的没有。可以用纸擦笔稍微抹一下。再来一个就是在这种，因为它叶子胖胖的哈，我们就画一个，它有一点点像我常说的微笑阴影那种概念啊，就是一个圆弧形，就是显得这个叶子胖胖的。这边压在底下的这里哈，边边，然后是爱心的内侧，可以稍微用点力没有关系。好，我们用一下白炭笔，稍微做一点点缀。这边之前有铅笔痕迹，把它弄干净。好，我在这里哈，直接刷白，它就会更亮。不一定要涂抹哈，直接这样白色上去也 OK。可以用蓝色的蓝炭笔哈，把它变成蓝色的花。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需要用棉花棒来擦一擦了。哦，有点淡淡蓝色的感觉，还蛮好看的嘞。好，我们白炭笔哈，在这个外框这边最中间就直接拉一条线，让它产生有一点点亮亮立体的感觉，一点点就好。嗯，这边哈刷一点白色，棉花棒擦一擦。我还是喜欢用金色的哈，Sakura Jerry Roll Metallic Gold。我把这一条涂金。好，那我要来签名咯，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加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其他地方就留白哈。我们缠绕画不需要把整个画面完全塞满，塞满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因为我发现在镜头里看，发现这里没有擦，涂一涂，OK，有点可爱。好，来签名，找个地方签，就画在这里吧。好，我们这边各个角度让大家看一下哈，有一点立体，是不是效果蛮不错？
好，那大概我们今天就还蛮快的，很顺利的结束了哈，就1个小时的时间1小时18分。那谢谢大家的参与，你如果画好了，可以放到我们脸书的社团里面，好，我会过去给你点赞，Instagram 也可以。然后，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跟我做各种的互动，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次的直播时间一样哈，就是在15号9月15号晚上的9点半，希望大家能够有空来参加。OK，谢谢大家的赞美，大家晚安。